또 나를 잡고 들추겠거니라고 생각할 거예요. 그거 아프잖아요. 训犬师的这番话让女主人流下了伤心的泪水，现场的大家也无不为这一人一狗的真情而感动。 그걸 그냥 착하다고 생각했어요. 참는다고 생각 못하고 그냥 착한 아이. 原来这只叫小萌的11岁古牧犬臀部长了2个肿块，伴随着身体的衰老，它的关节也开始僵硬，一旦坐下之后就很难自己站起来，每次只能靠主人的帮助才能自由行动。 근데 쟤네들이 몸무게가 많이 나가고 크니까 대부분 나이 먹으면 저렇게 뒷다리가 안 좋아지더라고요. 原来女主人开了一家集住宿和餐饮为一体的狗咖，这偌大的空间绝对是爱狗人士的首选。小姨和堂弟也一起帮忙经营着这个地方。这里除了小萌之外还有5只狗，这2只9岁的古牧犬分别叫小爱和小白，而一棕和一黑2只吉娃娃叫小龙和小勇，最后一只3岁的比熊叫莉亚。因为3只小型犬很不喜欢小白，而且小爱和他的关系也不好，所以堂弟就把他带到旁边的大平层里生活。女主人负责剩下的2只古牧，而小姨则照顾着3小只。兴许是看生活太过平淡，吉娃娃总想找点乐趣，他经常会如同一个指挥般引动着整个房间的交响曲，就连门口的2尊古牧门神也都跟着躁动了起来。야! 너무 짖어가지고 엄마 망할 것 같아. 如果有客人按门铃的话，那就像猫咪遇上了猫薄荷般，所有狗狗们都会陷入大叫模式。女主人只能先把2尊门神赶进房间，然后再让他们进门。不过没想到莉亚却又见缝插针地跑了出来，这可把2名客人吓坏了。来拿备品的他们如同陷入了暴风雨的中心，这种体验让他们也不禁想给这家店打个差评。在旺季来说，很多客人都会因为几只狗狗太吵而睡不着觉。女主人除了向大家道歉退款，也别无他法。对于2名监护人来说，他们一致认为小勇是问题的源头。他那如魏璎珞般的暴脾气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黄费是他最大的杀手锏，而女主人也被他折磨得披头散发、两眼失神。每次里长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女主人都会让他从后面的阳台进来，因为他和小萌的孽缘让他不得不有如此行径。里长曾经在玄关处被小萌咬过腿部，而且很多来到这里的客人和母亲也都被他咬伤过。女主人猜测可能是因为他上了年纪，再加上病痛的折磨，强烈的不舒适感让他身心异常敏感，所以他的情绪才会总是起伏较大。门外的客人进进出出，如果哪天有人伸出手想靠近他，那小萌会不会也失控把对方咬伤呢？这种担忧日夜折磨着女主人。如果有人想去洗手间的话，就势必要越过小萌这关，女主人也只能拿出来神器震慑他，才能让客人解决燃眉之急。其实女主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苍蝇拍能成为她害怕的东西，因为她从来没用它打过小萌，这也让她十分迷惑。而在狗狗的教育上，小姨觉得就应该对他们态度坚决些，奖罚分明才是正确的方式，但女主人却做不到。她也知道不应该过分宠爱毛孩子们，但他们还能活多久，这种想法总会让她变得异常心软。当3只古牧齐聚室外散步的时候，意料之外的事情又发生了。当小萌想靠近小白的时候，小爱趁机咬住了他的耳朵就不松口。谁能想到朝夕相处的2只狗竟然恶口相向。 솔직히 그전에는 사랑이가 모니를 문 일이 없었어요. 한 지금 4번? 因为小萌需要女主人帮助才能站起来，但她却屡次对女主人做出咆哮动作。每次小爱看见这一幕时都不会惯着她的臭脾气，小萌的脖子和脸部都留下了被咬的痕迹。堂弟称以前小爱和小萌住在一起的时候都很和谐，可能是因为小爱想保护小白才会对小萌发动攻击吧。回家后，女主人想给小萌处理伤口，但后者的心情似乎没有平复，十分不配合，这让女主人也一头雾水。她不知道为什么小萌的举措会如此让人费解。看完影片的女弟子猜测，这可能是监护人没有领导力导致的一切。而训犬师看着几只狗，警戒十足。他也再三告诫2名弟子一会儿到现场要保护好自己，因为如果狗狗陷入狂暴状态，很可能会咬伤它们。当2名弟子逐渐靠近时，就未见7狗先闻其声。狗声鼎沸的屋里早已因他们的到来而乱成了一锅粥。监护人赶紧手忙脚乱地清理现场，让他们进屋。老 baby 甚至还用上了神器防止这群暴徒近身，这让江训不得不扶额苦笑。不过要说小勇是3小只的头目，还真没有错。当女弟子进屋后，他就带头冲向了这个陌生人进行偷袭。完事之后就跑进了沙发底下进行战术性休整，他也算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虽然小勇被女主人强行抱了出来，但他嘴里依旧在骂骂咧咧，这样的持续叫声让他们沟通都成了问题。训犬师建议给小勇带上牵引绳观察一下，但谁知前辈模仿江训呵斥的行为并没有产生效果，反而是让2只吉娃娃爆发了小宇宙。面对这样2只魏璎珞的加倍尖叫，监护人不仅一个脑袋2个大，平时就连住宿客人也都频频投诉他们太吵了，这给他们的生意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。当前辈问到他是什么时候领养这些狗狗们时，
女主人说，因为当时她正好想开个宠物友好型民宿，朋友说如果开这样的民宿必须要有狗狗才行，她就领养了第一只古牧犬阿尔巴。但是后来她因为种种原因去了汪星，所以她又继续领养了小萌等几只狗。其实当初这几只大型犬是生活在室外的，后来想着如果它们能和几只小型犬和谐相处的话，就让它们来到室内生活。所以当小萌刚进来的时候，一切都很正常。但自从小爱进屋后，平静就被打破了。女主人称，之所以把小萌安置在玄关处生活，也是因为她行动不便，在门口可以方便她随时出门。但2名弟子却表示，门口并不适合让老犬居住，因为这个房间类似于民宿的接待处，进进出出的客人只会刺激到小萌，增加她的攻击性，而且她还是生病的状态，无法自主站起来，这样她的内心会更加的敏感脆弱，所以她的活动区域规划本身就是一个问题。而至于小型犬的话，弟子们建议可以对它们进行航空箱训练，但是因为女主人太心软了，只会嘴上说教，又因为她之前养的2只狗都去了汪星，这才导致她异常心软，无法严格管束它们。她说这也是因为自己在经历了分别之后才更加懂得珍惜。回到演播室的2名弟子向江训汇报了情况，因为之前小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咬向了女弟子，所以他们一致觉得他才是罪魁祸首。而且在他们离开后，女主人就把小勇的牵引绳解开了。他如此宠溺的动作也不禁让江训思考起今天的训练能否成功。而且在玄关处年迈的小萌也是个凶神恶煞的门神，来往的客人总会有不小心被他吓到和咬伤的。再加上女主人经历过离别后格外溺爱的态度，这些都让训犬师觉得今天的训练会是一场硬仗。他带着复杂的心情来到了现场，当他准备进门的时候，谁知屋内的3人却手忙脚乱了起来，一时间竟没有人去开门，这让前辈都笑颠了。最后还是堂弟接过隔挡板，女主人把门打开。当小勇见到训犬师的那一刻，就一顿咆哮大餐伺候着。此时的他就仿佛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的一样。江训让女主人给他套上绳子，方便接下来的交谈。也许是被狗统领的霸气镇住了，大家落座之后，小勇竟然背对训犬师不敢直视，这让女弟子也一顿吐槽，说他还真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家伙。女主人向训犬师提供了3个诉求，首先她希望狗狗们不要再大叫了，然后小勇和小萌的咬人问题也能够得到解决。女主人告诉训犬师，小勇不仅敢对人类大叫，而且对家里的古牧犬也毫不畏惧。但训犬师反驳道，这不可能是突然发生的事，而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问题。那他为什么不让这只问题犬搬出去住，还大家一个清静呢？面对这样的质问，监护人竟也一时语塞。训犬师在沉思了一会儿后对监护人说， 안전에 민감하지 않으신 편인가? 라고 느끼거든요. 문제 상황을 공감하지 못하나? 라고도 느껴요. 训犬师的夺命2连问让女主人当场懵逼。他说在自己进门的时候，因为2只古牧犬在门口咆哮，所以他没有选择马上进去。而在进门之后，女主人明知道小勇有咬人的风险，却也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。这样的行为不得不说女主人实在有点神经太大条了。训犬师告诉他，对待狗狗要用航空箱来引导才行，只是抱着小勇是阻止不了他大叫咬人的。牵引绳的佩戴和严厉的态度才是让小勇清醒的良药。他让女主人用绳子把他控制起来，即便第一次他有些不适应，但这也是问题犬改变的必经之路，就像曾经江训用绳子控制其他狗一样。此时的小勇如雕塑一般静止不动，就连训犬师都没想到他会变化得如此之快，即便他起身来回走动，他也没有任何异议。看来让一只狗安静下来，只需要用绳子滴了2下就可以了。小勇还真是个纸糊的老虎，一捅就破。女主人继续牵着他在客厅里来回走动，此时的他彻底化身为乖乖仔，非常听话。训犬师告诉女主人，其实训练并不难，简单的一根绳子也能变成控制他的神器。训犬师问道，对于狗狗们的大叫，他都用过什么方法制止呢？女主人说，之前他会把狗狗挡住，不让他看见外面的客人，但这招并没有产生什么成效。训犬师说，狗狗之所以大叫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了，因为监护人并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，这会让他们缺乏安全感。而且不管怎么说，狗狗在的这个房间并不适合成为民宿的服务台。女主人解释到，之前是有个单独的办公室作为接待处的，但后来却荒废掉了。小姨此时也趁机吐槽说，她之前明明单独设置了办公室，但侄女却没有用。在训犬师的灵魂拷问下，女主人坦言她其实就是嫌弃打扫卫生什么的很麻烦，所以才把此处当成了服务台。此情此景，训犬师给出建议说，可以在外面贴个告示，让客人在办公室自取备用品就可以了。他说如果是自己的话，他明知道靠近这个房间狗狗们就会大叫，那他一定会把接待处放在别的地方，这样就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外人对狗狗的刺激，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？他说像这样宽敞的空间不像公寓那样拥挤，是很容易解决问题的。至于小萌咬人的问题，女主人说自从她生病之后就开始出现了这个情况，尤其是小爱和她在一起生活后就更加严重了。之前小爱是和小白生活在另外一栋房子里的，他们在生活了6个月后，小爱就搬进来和小萌一起住了。训犬师让监护人先把几只小型犬放进航空箱里，他告诉一家人，在看过小爱攻击小萌的视频后，他
他觉得其实小爱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但身为一直有群体意识的健康狗狗，如果他看见身边有这样一只生病的老犬存在，他会把对方视为一团细菌和祸害的。就像大家都听说过，有的狗狗在临终时会独自离开家死去，在没有领导和规则的情况下，老犬的疏离是很自然的现象。所以对多犬家庭来说，老犬能有个独自的空间生活是最好的。他让女主人先把小爱带到房间里，然后像平常一样去抚摸小萌。此时的古木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很不耐烦，但他脸上的警惕神情却也迟迟没有褪去。他让女主人起身站起来静观其变，他说这是此时应对小萌的最佳办法。训犬师让女主人呼唤狗狗的名字，这对他来说有关心安抚的意思。伴随着轻柔的话语，女主人再次慢慢跪坐下来，她伸出双手让小萌肆意舔舐着自己。此时任谁看都知道她已没有了咬人的意思，剩下的唯有对主人的温柔。训犬师告诉监护人，其实身为生病的老狗，小萌的内心是很脆弱敏感的，他会经常担心如果主人抛弃自己怎么办。而且因为小萌年迈体衰的原因，女主人会更注重她的健康而忽略了她的心理，这才会让她时不时生出些小情绪。但即便如此，她还是很喜欢监护人，只是有时候主人和老狗接触多了也并非好事，距离反倒会产生一种美。 그걸 그냥 착하다고 생각했어요. 참는다고 생각 못하고 그냥 착한 아이. 江迅把小萌的内心独白展现了出来，现场的人们也都为这份真情所触动。江迅告诉女主人，以后可以慢慢靠近小萌，并且触碰她之前最好打个招呼，而且最好让小萌有个单独的住处。年迈的她已经不能承担起门卫的责任了，提供一个稳定的没有干扰的环境对她来说更好。最后2名弟子也来到了录制现场，训犬师也嘱咐一家人只要把接待处搬到旁边的办公室，那一切的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。而为了应和江迅的话，小姨又再次吐槽说侄女就是个大犟主，自己都提议很多次了，她就是不听。看来这看似是狗狗的问题，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主人身上解决。看着女主人一直情绪不太高涨，江迅说道： 제가 혹시나 했던 말들이 조금 언짢으셨으면 죄송해요. 从反馈视频来看，他们有按照训犬师的建议努力改善。本身就问题不严重的狗狗们，相信在正确的教育下也会很快就能改正过来的。希望他们都能过好幸福的后半生吧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